一般这个角落没有人，我就会坐在这儿。坐那么偏，是怕别人打扰你吗？也不是，觉得这个位子很安静，适合睡觉。你占了一个图书馆的位子，就为了睡觉？是啊，我们那时候宿舍太吵了，只有图书馆最安静，特别适合睡觉。学霸的世界我不懂。舒医生好。你好，薇姐，你怎么也没告诉我滴滴也要过来？正好他去找我，我就一起来了，不打扰你们吧？不打扰，只不过我就买了2杯咖啡。没事儿，我自带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舒医生，我看他最近比较辛苦，就给他泡了点菊花枸杞。哦，那这杯你喝吧。谢谢。薇姐，我在那边占了位置，咱们先过去吧。不了，我准备和丁丁坐那个位置。走吧。你应该觉得认真看你的时候最帅。上次你说你想借什么书来着？哦，我去看看。走了。高医生，假期结束了？哦，我回来拿点资料。我给于佳丽做了检查，和她了解了情况。其实这次意外，不能全都怪你。她的胸部之前在一个小作坊动过了，人家给她用的材料也不是什么好材料，在你给她手术之前就已经出问题了。他是在我手术台上出的事儿，怪我没有做足功课。不管怎么说，我都应该负责。高医生的责任心真是让人敬佩。等一下，有事吗？你对小璇到底什么意思？你想问什么？如果你是认真的，我无话可说；但如果你只是玩玩，
作为他哥的好友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好友的妹妹受伤害。我是喜欢小雪，可是她现在可能还没有打算开始一段新的感情，那也挺好的，做朋友。但至于你说的那个伤害，我可不及高医生你。说得对。要不咱们也走吧，带你去吃好吃的。怎么了？有心事啊？你知道舒医生喜欢你吗？你不傻，我不信你感受不到。可是我心里已经有你了，再也感受不到其他人了。他对我来说只是朋友，而且早一点让他知道，对他而言也是好事情。我喜欢的人从来都是你，也只会是你。越来越会套。走吧。等我一下，我还要再借一本书。那我出去等你。明明说好了一起来查资料，他竟然把郑丁丁也带来了，而且还全程都不理我，这是一起做研究的态度吗？依然，你究竟是因为宁伟景工作态度问题，还是因为他不理你而生气？这点你我都清楚。不过我还是要跟你说一句，丁丁是他的女朋友，他为了照顾他女朋友的情绪而跟异性保持距离，这并没有什么错吧？所以，现在你也站在郑丁丁那边了，是吗？我不是说我站在哪一边，因为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了，他俩已经在一起了。你想想，以宁伟景为人，他绝不会就算丁丁再喜欢你了。这点你也都看清楚就好。我明白了，但我不会放弃，我会找时间跟他说清楚。以后，我跟宁伟景的事情就不会再打扰你了。看什么呢？没事。走，咱们吃饭去。老板娘。哟，帅哥学霸呀，好久不见了。哎，记得刚毕业那阵子啊，你可常来。你们好像一共是3个人，对吧？对。哎，都是帅哥美女，我记得可清楚了。哎，那个美女今天怎么没来啊？我以为啊，你们俩都应该结婚了吧？哎，太般配了。我是说错话了吗？这个是我女朋友，我们也快结婚了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原来是带未婚妻来了。哎呦，你瞧我这张笨嘴乱说话，姑娘别怪我啊，我讲话不过脑子。今天啊，我亲自下厨跟你们做好吃的。老样子啊。对。好。坐。他们家的鸭油烧饼特别好吃，那时候我可以连着吃好几天。高人总拿这件事来笑我，说我看上老板娘了。那时候有舒医生在，你才没有什么心思看老板娘吧？我跟他的关系没有你想的那么好，是高人每次出来都要带着他。我一直以为高人会表白，结果你们没那么好，老板娘怎么会觉得你们现在都已经结婚了？我看今天应该吃饺子呀。为什么？你这边醋大。
你们俩感情可真好。来，先吃这些啊，我再给你们烧2个菜。今天啊，我请客。那怎么能行？你带着未婚妻不去别的店，就来我这儿，当然我得表示表示了。等着啊。好，吃吧，未婚妻。谁是您未婚妻？那个病人情况怎么样了？还要很久吗？不用。王明莹的身体状况基本上稳定了，然后课题需要的材料也准备的差不多了。那以后还会很忙吗？还好吧。所以我接下来的时间除了工作都是你的。那啥？不许挑食，都得吃啊。来，快吃吧。时间不会懂，谁也不管着谁，爱情从不照顾，直到的后悔。我只想用尽一生繁华，装点你那荒芜而寂寥的孤塔。何为前情人不知，忍受最深的伤，你全都不懂，还笑我的痴。所以前情人不知，你理所当然，但是我如何解释？爱得太奢侈。时间不会等，谁也不管着谁，爱情从不照顾，直到的后悔。我只想用尽一生繁华，装点你那荒芜而寂寥的高人，孤塔。我都已经收拾好了，就是暂时没地儿放，能不能我先放你那儿？可以啊。你确定不来我家住吗？我不去了，我住酒店也挺好。好吧，那我回头直接把钥匙给你，你自己搬吧。谢了，兄弟。所以前情人不知，你理所当然，但是我如何解释？爱得太奢侈，怎么开始这一句简单的问候？怎么成为你心里唯一的温柔？我知道所有的情话，没谁能一辈子说到老。时间不会等，谁也不管着谁，爱情从不照顾。我明白了，但我不会放弃的，我会找时间跟他说清楚。以后我跟宁伟景的事情就不会再打扰你了。装点你那荒芜而寂寥的孤塔。何为前情人不知，忍受最深的伤，你全都不懂，还笑我的痴。所以前情人不知，你理所当然，但是我如何别过来！高人，爱得太奢侈。我再最后问你一次，会不会喜欢我？时间不会等，谁也不管着谁。我知道了，爱情从不照顾，我以后不会再缠着你了。再见。我只想用尽一生繁华，装点你那荒芜而寂寥的孤塔。何为前情人不知，忍受最深的伤，你全都不懂，还笑我的痴。
所以牵起人不知，你理所当然，但是我如何解释？何谓牵起人不知，忍受最深的伤，你全都不懂。哎，猫人哥，想喝什么？可乐吧。好，我去拿。所以牵起人不知，你理所当然，但是我如何解释？哎，哎呀，这突然闲下来，还真有点不太适应。去找朋友玩啊！高医生不是有很多朋友吗？我哪有什么朋友啊？我朋友就那么几个，你哥、依然，还有你。哎，你今天忙不忙？要不要看个电影啊？我晚上有约了。跟谁啊？跟向医生。我约谁跟你有关系吗？也对，是跟我没关系。怎么不去找舒依然啊？你不是就喜欢他吗？高人哥，可乐。啊，谢谢啊。哎，哪儿呢？走啊，出来陪我撸串。嗯。有什么事儿，你就直接说呗，不说憋着更难受。宁伟姐，你为什么要跟我交朋友啊？为什么这么问？我觉得我自己太失败了，事业、感情全都一塌糊涂。以前我觉得我自己活得特明白，真的，事到临头才发现，我根本什么都不懂。你也别想太多了，你就是到坎儿上了。哎，不过手术失败，这个不是你平时的水准了，怎么回事？手术时我有了杂念。啊，不是对病人啊，是在想一个人。我早就跟你说嘛，你喜欢舒依然就直接跟他说嘛，你干嘛一直不告诉他？怎么还提这个？不是我跟他说了能有什么用啊？再被他拒绝，多受一份打击。你不试试怎么知道？有些事儿不用试都知道。哎，就像依然要跟你表白，你会答应吗？我有女朋友，这是不一样。你没女朋友的时候，你会答应吗？你看，喜欢就是喜欢，不喜欢就是不喜欢，这事儿控制不了。那我觉得你更应该做出选择。什么呀？选择表白或者不表白。你既然已经认定了他不会接受你，那我觉得你更应该借这个机会来做个了断，不要空留希望，一直期待。有点道理，还是有点道理。可以啊，哥们儿啊，恋爱之后说的话都不一样了。哎，行，可以了，收一下你那个洋溢的幸福感，你照顾一下悲催人士好不好？不过说归说啊，我还真是挺羡慕你跟丁丁的。好好珍惜他吧，千万别因为某些人某些事儿，把他给弄丢了。什么意思？来。这么晚还出去啊？跟朋友约了出去玩。向医生。是啊。你最近和向医生走得很近啊。不是你让我多出去走走吗？省得在家里多想。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出去玩一玩，那确实没什么。不过我不想让向医生成为你逃避内心感情的替代品。说什么呢？
肖医生只是一个聊得来的朋友而已。我刚才去跟高人吃饭了，他的状况越来越差。那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不是有你吗？哦，对了，还有舒依然，让他去。他没有告诉舒依然他出事了，或许他是不想让他为自己的事情而愧疚吧。所以他出事是因为舒依然，还不想让他知道了愧疚，那不正中他下怀吗？可以跟舒依然诉苦啊。你还在乎高人吗？其实你喜欢高人，就和高人喜欢舒依然是一样的。你不能让高人喜欢你，你也不能让高人不喜欢舒依然。你应该最了解他现在的感受才对。我不了解，我也不想了解。他不是喜欢舒依然吗？那他去找舒依然啊！别来烦我。高医生，高医生，怎么回事啊？丽萨姐，我是给你做过手术的高人。哎，对，我就想问一下，那个你恢复的怎么样了？自己看。啊，好，那我们找个地方喝一杯吧。好，好，我半个小时到。好久没见了啊！来，喝一个。我以为你今天晚上不会出来了。为什么不来啊？你看啊，像我这么一个老男人，半夜约一位年轻女士出来喝酒，难免会被人误会。再说了，我猜啊，是不是有人说让你离我远一点，说我这人老不正经的，怕你受骗？你倒是对自己认知挺清楚的，不过我也不傻，我知道自己要什么。你要什么呀？来酒吧当然是要喝酒了。行，我今天就陪你到底啊！大叔，你酒量行吗？哎，喝酒我从来没有怕过谁。走一个。怕了你看着，我赶紧停业。小山，都说啊，一醉解千愁，可是以我看来啊，是举杯浇愁，愁更大。比起喝酒，倾诉是更好的排解方式。大叔，咱喝酒就喝酒，你别突然开始聊鸡汤行吗？行，不说了，来。
就说状态不好，你看起来很滋润啊。你这儿等我一下，我去解决一下私人问题。听说你为了赔钱把房子都卖了？啊，是。那你现在住哪儿啊？要不先住我那？哎，不用，我有地儿住。哎，别这样，林莎，别这样，松手。可以啊，玩的可顽皮啊。璇，小璇。你谁啊？你谁啊？我是他朋友，好了，我也是。不介意跟他喝一杯吧？璇，别叫我这么亲热，我跟你不熟。不是挺伤沉吗？我鼓励鼓励你。不是，你干嘛呀？啊，小璇，你看。干嘛呀？小璇。喝。小璇，你。满意了吧？不满意，接着喝。你到底要干嘛呀？鼓励你啊！你不是一直把我当施依然的替代品吗？你出了事不告诉他，我来替他陪陪你啊！你胡说什么啊？难道不是吗？为了能和你一起跳过标，我一个人努力了这么久。我以为这是一段属于我们俩的记忆，其实我不过是你另一段记忆的替代品。可笑的是，我连做替代品的资格都没有。小璇，那都不是这样的。高人，我喜欢你这么多年，我都认了。我为我的理想也努力了。我宁为选什么人，我天不怕地不怕的。我为你付出这么多，担心这么多，你都不知道。小璇，你先听我说完，别打断我。你不喜欢我，我知道，我不会再缠着你了。我祝福你，我希望你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，希望你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可是你为什么这么孬种？你对得起我的退出吗？璇，跟你说了不要打断我。你那么喜欢他，你为什么不告诉他？为他出事你不告诉他，你为他付出这么多，你还不告诉他？你以为你这样默默付出很伟大吗？一点都不，在爱情面前根本就没有默默无闻。你没找。小璇。慢点，哎，小心！哎，慢点。怎么是你啊？你以为他是跟谁一起出来的？来，走，我送你回去。不是你干什么？把他送回家呀？难道让他睡在这儿啊？不劳您驾，我来送。哎，人是我带出来的，当然应该我来送。我还是他哥哥的朋友呢，自然应该我来送。你要把他送回去，真的只是因为她是你朋友的妹妹？老狐狸，你又想说什么呀？啊！小璇刚才跟你说了那么多，你是没听明白是吗？时间不早了，赶紧把他送回去吧。走。来，慢点，哎，走。走吧，师傅。好嘞。
么回事啊？不行，脖子断了。他怎么喝了这么多？小轩，慢点，慢点啊！哎呀，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你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酒吧碰见了。你别这么看着我，我没让他喝，他自己非得喝。行，人给你送回来了，我走了。要不你还是搬过来住吧，别住酒店了。哎，算了，不麻烦了。喂，主任。在家呢？啊，我今天休假。怎么了？小宁啊，我跟你提到过北京有个研讨会，是专门针对综合乳腺癌的。我们医院呢也接到邀请了，世界各地的专家都会去，你也去一下吧。对你申报的这个课题呢，也有好处嘛。什么时候？明天就去吧。明天？这么着急啊？你赶紧准备一下吧。不需要打扫了，谢谢啊。开门。哎呀，哎呦！你不是你怎么找到我了？我来看你还活着没有啊？活了！你怎么还哭上了呢？这么激动吗？看见我啊？为什么都不告诉我呢？我这不告诉你，不是怕你担心吗？对吧？再说我现在挺好的，就是可能乱了点，但过得挺舒服的，是吧？那个，宁伟锦告诉你的吧？没有，我去医院找过你了，他们告诉我的。然后才去找宁伟锦，他跟我说你在这儿。我是在这儿。你告诉宁伟锦都不告诉我。哎呀，不是我错了。你们怎么都不把我当朋友啊？我没有，我是真没有，我连宁伟锦我都没告诉我，是我一同事他告诉宁伟璇，宁伟璇转头告诉他哥。不是，你看我不说，这不就怕你们担心吗？对吧？那现在打算怎么办啊？我现在挺好的，真挺好的，而且我东西都收拾好了，过2天那个买家就来收房子了。住的地方呢？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我早就找到了，别担心了啊。千万别拿钱，宁伟锦当时给我钱我都没要，收起来吧。高人，哎，我明天要去北京，等我回来之后再找你，看看有什么我能帮到你的。你真要去啊？和宁伟锦一起？对。他知道吗？等我到了机场，他应该也没有什么拒绝我的理由吧？依然。走了，吃饭了，饿了。不是，你吃饭也得等我穿个衣服呀。来的够早的呀，正好做了水果酪，快来尝尝。哦，是不是很好看，很有食欲吧？你真要去啊？和宁伟锦一起？对。他知道吗？等我到了机场，他应该也没有什么拒绝我的理由吧？依然。
走了，吃饭了，饿了。不是，你吃饭你得等我穿个衣服呀。来的够早的呀，正好我做了水果酪，快来尝尝。哦，是不是很好看，很有食欲吧？嗯。怎么样？嗯，好吃。不枉费我花了一上午时间做的，一会儿看电影的时候可以吃。婷婷。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没有，我明天要出个差。出差？去哪儿？北京。医院派你去的？对，北京有一个乳腺癌的研讨会，主任希望我过去。那你跟谁一起去啊？就我自己啊。真的？骗你干嘛？那好吧。你要去几天啊？大概1周左右。既然是医院派你去的，那你就去吧。不过你要每天跟我视频。好。我会很想你的。那你跟我一起去啊？真的？我才不去呢，我也很忙的好吗？是，郑老板最近事业上升期，还要多多努力哦。知道啦。走吧，电影快开场了。你真的是自己去啊？你还想谁跟我一起去啊？谁都不选。走吧。哎，我去给你买点吃的吧。薇姐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嗨，云生。早安，昨晚睡得怎么样？挺好的。该不会进小偷了吧？走，进去看看。你们两个快来帮忙啊！哎呦，老板，你今天可有点不太一样啊！这才几点啊？对呀，而且看上去心情也不错。那当然，我告诉你们啊，从现在开始，什么高人、什么爱情、造纸都翻篇了。我宁为玄现在要以事业为重。我准备在3年之内把我们好时光咖啡厅开成连锁，怎么样？宏伟吧？宏伟，以后跟着老板好好干。来，1、2、3，加油！你不是自己去吗？他怎么在这儿？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在这儿。出差这种事不都是医院安排的吗？你怎么会不知道？他们没告诉你吗？婷婷，你这是觉得我在撒谎啊？他都已经站在这儿了，你让我怎么信你？好，那我们去问问他。问他也没有用，他肯定会向着你说话。我一直以为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，最基本的信任应该是有。这句话应该是我说的吧？你就认定我撒谎了是吧？那怎么着你才能相信我？你不去北京？丁丁，这次去是医院安排的，而且会有很多国内外的专家过去，机会难得，我真的不想放弃。那你们好好去。丁丁，薇姐，时间快到了。
是不是又误会了？你这么看着我干嘛？院长说这次研讨会只有一个名额。我也是刚收到的通知，大概是这么好的机会，只去一个人有点可惜吧。帮我去看看你嫂子。北京有一个乳腺癌的研讨会，主任希望我过去。那你跟谁一起去啊？就我自己啊。真的？骗你干嘛？你怎么会在这个地方？我一直以为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，最基本的信任应该是有的。这句话应该是我说的吧？你就认定我撒谎了是吧？那怎么着你才能相信我？你怎么来了？丁丁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哥就没头没脑的给我发了信息，让我来看看你。你们两个吵架了？没有吵架，以后也不会吵架了。哎呀，怎么了这是？你快跟我说说。要是他不好的话，我替你骂他。不是他不好，是我们本来就不合适。论工作，论默契，他跟舒依然才是最合拍的。尤其是这段时间，我越来越明白，你何必强行介入到他们的关系里？哎呀，怎么可能啊？他才是介入的那一方。我哥要是喜欢他的话，早就跟他在一起，还等到现在干什么呀？你哥去北京了，跟舒依然一起，我刚送走他们。什么？舒依然也去了？你不知道他也会去？就医院只派了我哥一个人去啊。那为什么他也在？他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肯定不知道耍了什么手段。该不会是你们兄妹俩合起伙来骗我的吧？我为什么要骗你？我多讨厌他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干嘛替他说话呀？这么说，我是冤枉你哥了。以我哥的性格的话，他要是知道舒依然也去了，那肯定第一时间就跟你说了呀。你哥最近太忙，我们之间确实有些误会，所以我才冲动了。不行，你去哪儿啊？北京啊。你就这样去啊？收拾行李去。我帮你挑，我帮你挑。宁医生，你刚才讲的那个王敏英的病例，真是太有启发了。你当时是怎么想到这个方案的？这个方案并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，我们也是查阅了很多资料，并且请教了很多人，尤其是我的搭档舒依然，他在这个方案中也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。哦，是吗？那我们可要向舒大夫好好请教一下了。大家太客气了，咱们接下来还有好几天的时间可以多多交流，而且这次手术的主抓也是宁医生，大家有什么问题还是多多请教他好了。要我说啊，宁医生跟舒医生都是年轻有为，难得遇上这么默契的搭档。哎，听说你们是同学？我们是同届。哦，那就难怪了。时间也不早了，我们先去吃饭了。好，你请便。哎，你看他可真是棒，可不是吗？恭喜你啊！恭喜什么？恭喜你到了这么高手如云的地方，还这么受欢迎。哦，晚上想吃点什么？我不想吃这里的工作餐，我们去吃烤鸭吧。你自己去吧，我回去叫餐。你还在生气吗？我已经跟你解释那么多次了，而且
咱们这么多年的朋友，难道为了这点小事你还真打算不理我了？况且这次出来，我们是代表医院，要是让旁人看出我们貌合神离，那岂不是会影响到医院的名声？你说是不是啊？那走吧。丁丁姐，虽然说让你做准备，但你这也太雷厉风行了吧？你这算什么千里寻夫啊？是为爱走天涯啊，666。但是你这么着急干什么？明天再去也来得及啊。想早点见到他，早点跟他道歉，打个电话就行了呗。电话多没诚意啊，再多对不起也没有一个拥抱管用。要是再不管用的话，就再加一个吻。哎呦！不过你早点去也是对的。你想，毕竟夜长梦多，孤男寡女，谁知道开的是标间还是大床？你乱说什么？我相信你哥，他们之前在一起工作那么久，也没培养出感情，现在只不过换个地方而已。哎，问题就在于换了一个地方。什么意思啊？电视剧里不都这么演的吗？你想，一个人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，他肯定会觉得孤独嘛。然后在这个时候，身边有一个熟悉的人，那感情不就蹭蹭蹭的往上飙吗？再说，他现在是被自己最亲的人冤枉，现在正是他最脆弱的时候。哎呀，你也不用太紧张，我说的都是那些禁不住诱惑的男人。我哥可是当代柳下惠，肯定不会这么容易屈服的。你说了那么多有的没的，现在安慰我有什么用？你要是真放心不下的话，你就给他打个电话说你要过去，这样的话肯定什么事都不会发生。那不就提醒他了吗？他有什么意义啊？你这话说的，你还真怀疑他吗？记住啊，你是去道歉，不是去捉奸。哎，对了，你也不许告诉你哥我去找他，知道吗？走的时候记得帮我关灯啊。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。终于绷不住了吧？喂，哥。喂，小璇，你在哪？在家，怎么了？你去看过丁丁了吗？去过了呀，怎么了？你给丁丁打个电话，丁丁他不接我电话。不接？不应该啊！你等着，我给他打电话试试。哎呦！差不多啦。喂，怎么样？喂，哥，他也没接我电话。要不你帮我再去一次丁丁家吧？啊，好，好，好，我马上就去。你别着急啊，我到了给你打电话。好。小
干嘛？我答应丁丁姐的，你也不许做叛徒。喂，小雪，怎么样？哥，我到丁丁姐家了。她在家吗？哦，在家，一直在忙，手机关机也没注意。啊，那就好。她还生气吗？有点儿，不过我劝过她了，应该明天就联系你了。好，辛苦你了，你也赶紧回去吧。到家了记得给我微信啊。好，放心吧。谁啊？我我准备睡觉了，有什么事吗？这是我跟他们找的资料，特地拿过来送给你。给我吧。你什么意思啊？都不让我进去坐坐吗？还不好吃了你啊？太晚了，孤男寡女不合适。资料给我吧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。老大，还没回家呀？你先回吧。子欣姐呢？还没联系上啊？说实话，这次真的是你不对。不是，我是觉得，不管怎么着，你都不应该瞒着子欣姐。她为你付出了那么多，你这么做，真的挺自私的。说完了吗？啊？你以为你说的这些我不知道啊？我不就是想……你要是真想帮我的话，想想怎么让子欣原谅我。我想把她追回来。我一外人，我哪知道啊？不过，哎，老大，他既然这次这么生气，说明他对这次试戏还是蛮重视的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联系人送子欣去试戏。哎，你等等我啊！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咱们酒店有个乳腺癌研讨会是吗？是的，请问您也是来参加会议的吗？不是，我是来找人的，我男朋友。研讨会在5楼会议室，不过您可能需要稍微等一下，他们今天一大早就出去考察了。好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我觉得这个数据还要再深入一下。这宁大夫跟舒大夫站在一起啊，真般配，郎才女貌。看起来感情还不错，搞不好还真是咱们猜的情侣档。梅姐，一会儿去我房间吧。去你房间干嘛？我有事找你。在这说不一样吗？我有东西要给你看。再说，你就这么不待见我吗？你一个大男人，我能把你怎么样啊？哎，你好，这箱子能先放这儿吗？好的，我一会儿过来拿。好的。宁为情，宁为情，你千万别让我失望。子欣，子欣，你在家吗？子欣，我知道错了，你给我开个门呗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子欣，开一下门吧，求求你了。
别的。说吧。陆长说，赶紧去收拾东西，现在去北京。去北京干嘛？我重新联系你经纪人了，把事情都说清楚了，重新安排了一场试戏，机票已经给你订好了，赶紧收拾行李，快点！还愣着干嘛呀？走，快去收拾，快快快快！你要是害怕的话，就别进了。完了，两人在哪儿啊？幼稚吗？你肯定觉得这种事情只有宁为学才能做得出来吧？2007年夏，我第一次见到他，不爱说话，也不爱笑，也不爱理人，但却那么优秀，我第一眼就喜欢上了他。2008年4月，我知道了一家很好吃的川菜店，维锦不太能吃辣，几次咬到花椒无法忍受的表情都特别可爱。吃到最后也就习惯了，不过他真的是不太喜欢这种重口味的东西。2012年夏，我毕业了，和他分配到了同一个医院，我特别高兴，因为我可以每天都见到他，看得出来他也很开心。我想我的爱情来了。这上面记录了我们所有的美好回忆，我以为这些回忆也属于你，我以为我们的关系可以水到渠成，所以我一直在等属于我们的那个时间点。可现在我等不了了。依然，林维锦，我喜欢你。时间不会等谁也不管着谁，爱情从不找不知道的后悔，我只想用尽一生繁华装点你的花。这么些年，我不信你感受不到我的心意，一旦你感受到，一定会对我有些回应。毕竟我们是那么般配，你看我做到了。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并肩同行，不是吗？依然，这不是你。这怎么不是我了？你了解我吗？在这之前，你知道我会做出这么幼稚的事情吗？维锦，在和你认识的这些年里，我始终在努力变得更加优秀，这样有资格站在你身边的人就只能是我。可为什么是郑丁丁？况且是我先认识你的。依然，在爱情里面没有配与不配，而且丁丁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在我的心里打上烙印了。你还记得我有一个用了很长时间的猫咪挂饰吗？这也是你做的吗？是啊，都是我做的。我怎么记得厉维锦好像也有一个？那个就是丁丁给我的。我们第一次遇见的时候，我刚参加完我母亲的葬礼。那时候，我的情绪极度崩溃，失去了生活的意义。想哭就哭吧，我妈跟我说，要难过就别憋着。这个是我自己做的，它叫虾球，它会吸收你的不开心，
然后变成快乐的再释放出来。你以后有什么不开心的，就告诉他，这样你就会变得开心起来。相信我，它很灵的。是他把我从绝望中拉了回来，他就像一道阳光，照进了我灰暗冰冷的生命里，给了我继续活下去的希望。你知道吗？我原来不相信缘分，但当他又重新站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知道这是天意。上天让他又重新出现在我的生命里，让我把握住这段缘分。我很幸运，我把握住了。如果我的生命是一幅拼图，那么它绝对是最美好的那一块。它让我的生命变得完整。我爱他。叶薇姐，婷婷，我也爱你。这年的你怎么会了？全部都是因为你。他现在什么都顾不上，哪还有一点医生的样子？每天只顾着跟你谈恋爱，原本安稳的生活被你惹上了多少乱子？你怎么就那么阴魂不散呢？我们现在都已经来北京了，你为什么还要跟来？我已经打电话问过院长了，他告诉我，是你主动申请过来的，而且你还特意叮嘱，不让他告诉我。舒医生，你对宁伟景的好感我都知道了，但我劝你一句，像你这么优秀的人，不该把时间浪费在不可能的人身上。